如果你发现自己或是身边的亲人正处于一种早年不顺、晚年渐入佳境的状态，请务必静下心来听完今天的内容。这关乎你后半辈子是否能承接住那份迟来的却足以改写命运的滔天福报。很多人以为命运是一条直线，努力了就该有回报，付出了就该被善待，可现实偏偏不是这样运作的。有些人一辈子兢兢业业，从不害人，却在最青壮的岁月里跌跌撞撞，事事不顺，仿佛老天爷专门跟他过不去。而另一些人年轻时轻轻松松得来的东西，却也轻轻松松散去，到了晚年反而一无所有。这中间的差别，佛学早就给出了答案，只是这个答案从来不在表面，它藏在一种你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却能用心感受到的东西里，那就是相。华严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心是这世间最强大的雕刻刀，你这一生经历了什么，受过什么苦，化解了什么业，都会一笔一划刻在你的相貌里、气场里、眼神里，刻进你与这个世界之间那道无形的磁力场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不是那种需要你去庙里求签、找大师批命的玄学，而是一种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的生命规律。有一类人，他们身上会自然显现出3种旁人难以解释的特征。这3种特征在佛学里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消业之相。什么叫消业？就是你前世或今生所积累的业力，经过了漫长的磨砺与化解，开始松动消散，最终从你的生命轨迹里退场。但是这消业的过程从来都不是无痛的，它往往以苦难为载体，以误解为考验，以失去为代价，以一次次拼尽全力却屡屡落空的无力感，磨平你的棱角，净化你的心性。但当这份煎熬的过程接近尾声，那些曾经的苦难都会化作生命的馈赠，在这个人身上留下专属的印记。这些印记就是我今天要和你一起探索的3种消业之相，也是你承接福报的最好证明。正在看的朋友，不妨在留言区打上也消福来，平安喜乐，把这份善意与祝福传递出去，也让这份赤诚被看见。你已然做好准备，坦然接纳过往的磨砺，从容承接那份属于自己的迟来的滔天福报。接下来我将通过一个故事让你真正理解它的深度。那是一个靠海的小渔村，空明禅师云游至此已是黄昏时分。他不是第一次路过这样的地方，沿海的渔村他走过不少，劳碌气息浑浊，渔民们操劳一生，脸上刻着的是风和日子，却很少有平静。可这个村子有些不一样，禅师站在村口，眯起眼睛往里望，夕阳低垂，炊烟从各家屋顶升起来，几个孩子在巷子里追着跑，笑声清脆。一切看上去都很寻常，但禅师感觉到了某种他无法名状的东西。好奇心驱使着他沿着村里唯一的主道慢慢走，走到了村子最里面。那里有一栋旧房子，墙皮已经脱落大半，院子里晒着渔网，几只猫蜷缩在网堆上睡觉。门是半开着的，一个老人坐在门槛上，正低头编补一张破了洞的网。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有岁月留下的纹路，但他的眼睛，禅师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他的眼睛清澈透亮。禅师在院门外站住了，老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随即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绳线，朝他点了点头，说：师父，进来喝口水吧，走了这么远的路，歇歇脚。禅师没有问他怎么知道自己走了远路，他只是走进去，坐下，接过那杯白开水喝了一口。老人叫决心。
不是出家人，这只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年轻时因为信佛，读过几本经书，就这么叫了自己一辈子，真名反而很少人记得了。觉心这一生说起来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高光时刻。他17岁开始跟父亲出海打鱼，19岁父亲在一场大风浪里没回来，从那之后家里就剩了他一个人撑着。他娶了村里一个同样家境不好的女人，2个人省吃俭用养大了3个孩子，但命运对他并不特别宽厚。大儿子在外头做生意，被合伙人骗了个精光，回来的时候人都瘦了一圈。小女儿嫁了个不靠谱的男人，没几年就离了婚，带着孩子回到娘家。中间那个儿子还算稳当，但也只是普通的过日子，谈不上什么出息。村里人私下说，觉心这个人命不好，年轻时吃苦，老了还要操心着操心呐，真是操劳命。可觉心自己从来不这么说，他跟禅师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语气就像在描述别人的故事，平静的毫无波澜。他说，我年轻那时候也有过怨气，觉得老天爷不公平，后来年纪大了才慢慢想明白，那些苦大概都是欠的，还完了人就轻了。禅师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觉心的老婆那时候走进来，端了2碗地瓜稀饭放在桌上，招呼禅师吃。他说，我们这个老头啊，真的是奇怪，什么事儿都看得开，从来不记仇，有时候我都觉得他少了根筋。说这话时他笑着，眼里却是藏不住的疼惜。禅师吃了稀饭，留宿1晚。从那一夜开始，他开始认真地观察这个老渔夫。第2天早上，村里的一个年轻媳妇儿抱着孩子路过，那孩子平时认生，见了陌生人就哭，但一看到觉心，立刻伸出2只手要让老人抱。觉心接过来，孩子贴着他的肩膀，立刻安静下来，好像找到了什么让他觉得安全的东西。年轻媳妇儿自己都愣了，说奇了，他见谁都哭，就是不怕老觉心。禅师在旁边把这一幕默默记在了心里。下午，觉心去集市买了点东西，回来的路上有一只流浪狗一路跟着他，那狗毛色杂乱，看样子流浪了不短的时间，对着路人都是低着头绕道走的，偏偏就是跟在觉心后面走走停停，寸步不离。觉心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走到一个卖包子的摊子前，买了2个，掰开蹲下来慢慢喂给那只狗吃。狗吃完了，抬头看他，尾巴摇了几下。禅师走过来，站在旁边问他，这狗你认识？觉心说，不认识，就是看着他跟过来，想着他大概饿了。禅师说，动物的眼睛比人诚实，他们靠近谁是有原因的。觉心听了，笑笑，没有接话，站起来继续往家走。那只狗一直跟到了他家门口，才在院子外头蜷起来趴着。又过了1天，村子里的几个年轻人看到禅师，好奇地凑过来聊天。聊着聊着，有人说起觉心。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说，老觉心这个人真的很神奇，他71了，但我从小到大看他就没觉得他老过。别的老人越老越驼背，越老越萎靡，他就是那副样子，好像时间在他身上走得特别慢。禅师问那年轻人，你们村有没有人给他拍过照？年轻人说，有啊，之前他儿子买了台相机给老人家拍，拍出来说不好看，说照片上的他皱纹深，气色也差，但你实际看他这个人完全不是那回事儿。他本人比照片好看太多了，但相机就是拍不出那种感觉来。禅师点点头，没有再说话。那天晚上，禅师与觉心在院子里坐着，听着海的声音。禅师终于开口了，他说，老人家，我在你这里住了几日，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觉心说，师父请讲，我这个人不计较的。禅师说，我云游30年，走过的地方不少，
见过的人也不少。像你这样的人，我见过几个，但都不如你这么彻底。你知不知道你身上有3种相，是很多人求都求不来的？决心愣了一下，说：我有什么相？不就是个普通老渔夫？禅师说：正因为你觉得自己普通，这3种相才显得出来。夜风从海面吹来，院子里那棵老榕树轻轻地摇着叶子，决心看着禅师。等他说下去，禅师说：第1种相，我从你儿子说的那件事里已经看到了，拍照不上相。很多人以为这是相机的问题，或者是光线的问题，但其实相机捕捉的是一个人在那一瞬间的形，而形只是皮。有些人的气是藏在里面的，收敛的，不往外显的。相机的镜头照不出那个气。你活了一辈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但你从来没有把那些东西往脸上堆，也没有把怨气挂在嘴上，你把能量都往里收。所以你的相机照片照不出你本人的那种温度。这不是你的缺点，这是你消了业之后气藏而不露的证明。决心听了，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我以前真的以为是相机的问题，还特别去配了眼镜，以为是自己看不清楚照片。禅师微微笑了，说：第2种相就是今天那个孩子，还有那只流浪狗。小孩跟动物，他们没有大人的那种防备和算计，他们靠的是感知，靠的是气，干净的气场，他们一靠近就感受得到，就像冬天冻僵的手感受得到温度一样，他们会自然地往有光的地方靠。你一辈子没有害过人，没有起过恶念，就算有过怨气，也在漫长的岁月里化掉了。你的气是干净的，所以孩子跟动物会靠近你。这是慈悲心在身上留下的印记，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决心的眼眶有点红了，他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禅师停了一下，才说出第3种相。第3种就是你这张脸，70多岁却有50岁的样子。村里人说你保养好，但你吃的跟他们一样，劳动的也不比他们少。为什么你看起来就是不老？因为你这颗心很少郁结。郁结伤肝，怨气伤脾，焦虑伤肾，执念伤心。你这一生不是没有苦，但你不把苦存在心里，苦来了，你受着，受过了就放下了，不去反复揣摩，不去反复咀嚼。这种心态是相由心生最好的例证。你的脸是你这颗心的镜子。院子里很安静，决心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星星，说：师父，我没有刻意修什么，就是觉得有些事记着累。禅师说，这句话就是答案。那一夜海风很轻，老榕树不再摇了，就那么静静地站着，像一个见证了一切的沉默者。禅师离开之前对决心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你后面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不是因为运气来了，而是因为你已经把该还的都还完了，接下来是天地还给你的时候了。决心站在院门口，目送禅师的背影消失在清晨的薄雾里。那只流浪狗还蜷在院子外头，抬头望了一眼，又把头低下去继续打盹。后来的事，村里人陆续都看见了。决心73岁那年，在外地经商多年的大儿子的生意忽然有了转机，他接手了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工厂，没想到3年之内起死回生，做到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规模。小女儿重新遇到了一个踏实的人，2个人结婚，那个男人对他的孩子也好。中间的儿子被一个城里的老板看中，介绍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翻了几番。决心自己呢，75岁那年体检的时候，医生说他的各项指标比同龄人好得多，说他还能再活个20年。决心听了笑着说，那就再活20年，看看后面还有什么风景。他的老婆在旁边悄悄抹了眼泪。
有人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怎么能这样平静？决心想了很久，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就是觉得苦是有数的，还完了就好了，没必要一直抱着那些苦，太重了，走不动路。听完决心的故事，很多人会觉得，这不过是一个运气好的老人碰上了一个爱说吉祥话的禅师。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法华经里有一段话，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这句话的意思是，万事万物在它最本源的状态里是寂静的，是没有执念的。所谓的苦，所谓的业，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寂静的本质之上堆积了太多的执持，太多的分别心，才变得沉重起来。消业不是指你做了多少功课，念了多少经文，而是指你在生命的碰撞和磨损里，把那些执念一点一点地松开了。决心的3种相，正是这个过程的外在显现。先说第一种，拍照不上相。这件事儿，现代科学可以给出一个部分的解释，但那个解释触碰不到核心。相机捕捉的是光的折射，是物理层面的形状，但人的气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它包含了这个人情绪的频率、能量流动的方式，以及他内心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有些人习惯把能量往外推，渴望被看见，渴望被认可，渴望在别人眼中呈现出某种形象。这种向外推的能量是相机最容易捕捉到的，因为它就像一盏灯，直接亮在表面。但消业之人，气是往里收的，他们不需要证明，不需要表演，不需要被看见，他们的能量内敛而深沉，像是地底的一道暗流，无声无息，却有巨大的力量。相机的镜头照到的是他们的皮，照不到那道暗流，所以照片上的他们总是比本人差了一截。这在佛学里叫做不着相。金刚经反复强调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说的就是这种不被外相所支持的状态。一个真正不着相的人，他的气不会被外部的评价和目光所左右，而是稳稳地藏在他自己的内核里，厚重沉静，不轻易流失。这种人，你乍看之下可能觉得他不特别，但你在他身边待久了，会开始感觉到一种奇异的安稳，好像在他旁边，你自己的心也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这是他的气场在起作用，只是你看不见他。再说第二种，小孩与动物特别亲近，这一点是最难造假的。你可以训练自己在镜头面前微笑，可以学会对陌生人使用礼貌的语言，可以把善良表演得无懈可击，但你骗不了3岁的孩子，也骗不了一只流浪猫。孩子和动物没有经过社会化的训练，他们的感知系统还没有被语言和逻辑过滤掉，他们只接收能量。遇到气场干净、内心无杂念的人，他们会感到安全，会想靠近。遇到内心有算计、有压抑情绪的人，他们会回避，会不安。这是一种古老的、原始的感知能力。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渐退化了这种能力，但孩子和动物保留着它。消业之人，他们的慈悲心不是贴在脸上的标签，而是渗透在每一个细胞里的底色。他们对苦有深刻的理解，因为他们自己就受过苦。这种理解让他们对一切脆弱的生命自然而然地生出悲悯。孩子感受得到，动物感受得到，那些还没有被世俗打磨得无法感知的生命都感受得到。大悲经里说，慈悲之心如日照万物，无有分别。慈悲不是选择性的，它是一种遍及一切的光，而这种光是真实的，可以被感知的，并不抽象。第3种相，最让人深思，显年轻，不靠保养。在今天这个时代，抗衰老是一门巨大的产业，人们花了大量的钱去购买那些声称能让时间倒流的产品，但有一种衰老是任何保养品都阻止不了的，
那就是心上的衰老。一个人如果习惯了计较，他的心就会慢慢变得紧绷；如果习惯了焦虑，气血就会长期处于一种紊乱的状态。如果长期积压怨恨，这种情绪会转化为身体里真实的毒素，让器官提前老化。这不是玄学，这是身心医学早就证明过的事。反过来，一个内心宽阔、情绪稳定的人，他的内分泌系统、他的免疫系统都会处在一种更为和谐的状态里。他的脸上不会有那种被生活榨干的感觉，因为他没有让自己被榨干。决心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是他的命比别人好，恰恰相反，他受过的苦一点都不少。但他有一种别人很难复制的能力，他不把苦留在心里。苦来了，他承受；苦过去了，他放手。这种不留存的能力，让他的心从来没有被旧的情绪堵死，气血得以顺畅流动，时间也因此对他格外温柔。相由心生这4个字，在现代语境里常常被误解为一种鸡汤式的自我安慰，但它其实是一个准确无比的描述。你的心是什么形状，你的相就会慢慢长成那个形状。少计较的人眉心舒展，少焦虑的人气色明亮，少怨恨的人眼神清澈，情绪稳定。不郁结的人，即便岁月流逝，脸上的神采也会像一盏不熄的灯，把自己的光留着，不轻易散掉。这3种相背后深藏的佛法，是一个人在经历了足够多之后所达到的内在状态，不抗拒，不支持，不消耗在无谓的情绪里。这正是佛学所说的消业之后，一个人会自然呈现的生命之地。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心里藏着的，却说不清楚的。为什么越好的人年轻时偏偏越不顺？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读过一点佛学的人都问过的问题，因为它太反直觉了。我们通常相信好人有好报，但现实里，那些最善良的人，往往在青壮年时期吃了最多的亏，走了最多的弯路。佛学对此有一个解释，不是用来安慰人的，而是真正能说得通的。善根越深的人，业障往往越重。这听起来矛盾，但实际上是有内在逻辑的。一个人选择在此生修善、积善、存善，是因为他的灵魂在某种更深的层次上已经做出了某种选择，而这种选择意味着他必须在这一生里把过去所积累的业更快更集中地清算掉，才能让福报有地方落下来。就好比一块土地，你想在上面种高价值的作物，就必须先花大力气深翻、清石、除草、施地肥。那个过程，旁观者看了会以为这块地出了什么问题，怎么折腾了半天还是光秃秃的。但农夫知道，这是在为一场丰收做准备。年轻时的不顺，就是这个深翻土地的过程。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说法，福气是有重量的。少年人的根基还浅，承载不了太厚的福报。真正大的福，需要一个人的心性、承受力、格局都经过足够的磨练之后，才能接得住、盛得下。否则，福来得太早，人还没有准备好，反而会被那份重量压垮。我们在生活里也能观察到这种现象。那些年少得志的人，很多后来都跌落了，有些跌得还很惨。不是因为命运刻薄，而是因为那时候的他还不够稳，还撑不住那么大的局面。反过来，那些在年轻时被生活磨了又磨的人，他们的根是扎进土里去的，风再大也不容易被吹倒。还有一种苦是专门给善良人准备的，太善良、太干净的人，早年必然容易吃亏，因为他们不懂得算计，不懂得设防。遇到那些有算计的人，简直就像一个没有铠甲的人走进了战场。他们被利用，被误解，有时候连最基本的公平都得不到。这让很多旁观者觉得善良没有用，
干净没有用，做好人还不如做个精明的人。但佛学的视角告诉我们，那些吃的亏从来不是真的吃亏，每一次被辜负都在消减业力，每一次受委屈而没有反咬回去，都是在积攒一种极深的沉默的福德。这种福德不是显眼的，不是立竿见影的，但它在时间里慢慢累积，等到某个时间点，会以一种让旁人目瞪口呆的方式集中显现。这就是为什么佛家说莫道善小而不为，莫道亏小而不当回事儿。每一粒种子都是算数的，没有一粒会白种。那么后半生的厚积薄发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首先发生在无债一身轻这件事上。一个人在前半生把该还的业透过苦难一点一点还清了，进入后半生的时候，他的生命里少了一种无形的阻力。这种阻力你在年轻的时候往往感受不到它的具体形态，只觉得哪里都不顺，哪里都有一道无形的墙。但当它消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生命忽然变得顺滑了。机会来了，你接得住；人来了，你留得住；事来了，你处理得了。不是因为你变聪明了，而是因为你轻了。第二件事儿发生在心性上。心性这个东西是熬出来的，不是学来的，也不是悟出来的，是在无数次实际的碰撞和摔打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熬出了心性的人，他遇事不慌，遇人不乱，不会因为一时的失利就否定自己，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得意就飘飘然。他稳，他定，他有一种看起来平淡却实则非常厚重的气质。这种气质会自然而然地吸引到同频的人和机遇。人好，命好，运气好，三件事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分开来的。第三件事是福报的慢熟属性。有一类资产是流动性很强的，比如现金，拿到就能用，但也消耗得快。还有一类资产是流动性很弱的，但它一旦成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不容易被稀释，不容易被挥霍，扎扎实实地摆在那里。福报属于第二类。善良积累的福报不是短期债券，它是一种长期的持续复利的东西。中年之后，这种复利开始密集地显现，子女的运势好转，自己的健康越来越好，人际关系慢慢进入一种和谐的生态，甚至原本以为已经错过的机会，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面前。这不是迷信，这是一种因果的数学。你种下去的，终究是要回来的，只是回来的时机往往比你预期的要晚，晚到你差点放弃了相信。很多人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那我现在能做什么？答案其实决心早就给出了。他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儿，他只是做到了3件非常朴素的事儿：不把苦留在心里，不对任何生命起恶念，不让情绪在自己的身体里结成死结。就这3件事，用了他整整一辈子的时间。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是被生活精选出来的，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幸运，而是因为他们在最难的时候没有选择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坏的人。他们在被辜负之后，没有用辜负回击世界；他们在跌倒之后，没有用跌倒作为理由去放弃那些基本的善。这种坚守是无声的，是不被看见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独自完成的。但天地从来不是瞎的，那些独自完成的坚守都被记录在某种更大的账本里，一分不少。如果你正在经历的是那段最难熬的时期，请你记住今天这个故事里禅师对决心说的最后那句话：你已经把该还的都还完了，接下来是天地还给你的时候了。早年不顺，不是被命运抛弃，是被命运精选。那道磨你的砂纸
终究会让你变成一块温润的玉。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触动，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你自己是不是正走在这条路上？你的每一条留言都是这个频道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如果觉得有价值，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那个正在苦撑的人，让他知道苦是有尽头的，而尽头的后面是一片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风景。最后，请点赞热推今天的影片，让更多人看见这份来自佛学的温柔提醒。也欢迎随喜不是我的频道。感恩每一位走到这里的你，我们下支影片见。